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最近是流感高发季，很多人都出现了喉咙痛、咳嗽、流鼻涕等症状。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感冒了。其实不然，很有可能您得的是流感，流行性感冒，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。很多人一碰到这类情况，就会心急如焚地往医院跑，而那些懂得中医养生知识的官友们则相对轻松很多。他们没有去医院凑热闹，而是从容不迫、有条不紊地在家里做着相应措施，因为他们能根据过往丰富的经验以及扎实的中医知识，来区分普通感冒与流行性感冒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普通感冒与流感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别急，小关马上就会讲到。那在节目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。首先，引发普通感冒与流感的原因是不同的。中医认为普通感冒是由风热或者风寒或者暑湿引发的，西医则认为是由普通病毒引发，而流感中医认为是戾气所致，西医认为是传染性病毒所致。其次，它们的症状有相同之处，更有不同之处。相同之处在于都会发热，都会怕冷，都会头痛，而不同之处表现为普通感冒呼吸道症状比较突出，如打喷嚏、流鼻涕、咳嗽，而流感呼吸道症状相对较轻，身体症状较重，表现为全身酸痛、全身乏力。那么两者区别的要点在哪里呢？首先，流感是可以传染的。假如您所在的公司有好几个人都感冒了，2天后你也感冒了，那首先考虑的就是流感。如果同事、家人、朋友都没有感冒，就自己感冒了，那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普通感冒。而且流感来势凶猛，很快就会发烧，一发烧就是高烧，至少39度以上。反观普通感冒则发烧较少，即使发烧也多为低烧，通常都是感冒后期才发烧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你没感觉到感冒的滋味，突然就发烧了，那首先要考虑的是流感。如果感冒症状很多也不发烧，那就是普通感冒。并且流感会第一时间侵犯我们的喉咙，因为喉咙是人体自卫的第一道防线，病毒首先要摧垮你的防护线，然后在长驱直入我们的五脏。所以流感首先会感到喉咙痛，并且或烧或燎，喝水都痛。普通感冒中的风寒感冒前期不会喉咙痛，最多喉咙有点痒，后期喉咙才会痛，痛的程度相对较轻。这里小关要提一句，风寒感冒的高发就是秋冬季，患者的主要症状是怕冷、畏寒、头痛、流清水样鼻涕，咽喉肿痛不明显，有的患者会有少量的痰液呈稀状。而风热感冒一般在夏天发生率比较高，小关就不多提了。另外，普通感冒不需要治疗，多喝点白开水，过个1周自己也会好。所以普通感冒跑去输液，这真的是白输了。而流感的后果比较严重，不及时治疗的话，可能会导致并发症，比如肺炎、心肌炎等。那么万一确定自己得的是流感，该怎么办呢？首先，不要去输液，不要吃抗生素，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。其次，把家里的窗户打开，别捂着，尤其是开着暖气的家庭，要知道病毒最喜欢温热湿热的环境了。温病顾名思义就是喜欢温暖的，要么冻死它，要么热死它。所以大家不要见到发热就害怕得不得了，这其实是身体的自我保护，想通过发热来烧死病毒。在通气的同时，要喝一杯热乎乎的白开水，然后就要吃点药了。
至于吃什么药，就是小关今天分享的重点了。抗流感最好的中成药，抗病毒口服液。为何要推荐抗病毒口服液呢？其他的中成药可不可以呢？当然可以，但不得不说，抗病毒口服液才是最对口、最对症，是专门治疗流感的药。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方子，里面有板蓝根、石膏、鲁根、生地黄、鱼筋、知母、石菖蒲、广藿香、连翘。板蓝根想必馆友们都熟悉吧，非典那阵子可谓是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疯抢呀，可见它清热解毒功效有多神奇，而且对各种炎症也很管用。石膏、鲁根、知母是退烧3味药，对胃火旺盛也有疗效，所以得了流感喝点豆腐汤是没错的。连翘与金银花通常相须为用，并称双华，这里要是加入金银花就更好了，是中药当中清热解毒的姐妹花，凡是风热感冒几乎都有姐妹花的美丽倩影，尤其对咽炎、扁桃体炎有奇效。如果感冒后期喉咙痛、灼热痛，就可以用金银花泡茶喝。那么藿香就是藿香正气水里面的那个神通广大的藿香了。藿香正气水是夏天必备的中成药，是祛湿散寒的第一高手。这个藿香啊，也是古代发生瘟疫时必用的药材。它最大的功效就是改变病毒生存的环境，就是把患者身体里的湿气去掉，这叫釜底抽薪。一旦病毒没有了温床，自然就死翘翘了。而且抗病毒口服液的说明书清清楚楚地写着治疗流感，所以官友们买它准没错。当然了，这个药不仅可以治疗流感哟，普通的风热感冒也是可以治疗的。如果买不到抗病毒口服液，也不要担心，还有第二大选择，就是卫健委钦点的中成药莲花清瘟胶囊。它里面的成分包含了连翘、金银花、制麻黄、炒苦杏仁、石膏、板蓝根、棉马贯众、鱼腥草、广藿香、大黄、红景天、薄荷脑、甘草。注意，此莲花非彼莲花，这里的莲花是与连翘与金银花的合成。前面有说过，这一对几乎形影不离，说是双胞胎也不为过。中成药中只要有连翘的美丽倩影，那8成就有金银花销魂的芳踪。两位姐妹花珠联璧合，把清热解毒的功效发挥到了极致。这两味本草相须为用，能够对付很多炎症，尤其是呼吸道炎症，比如扁桃体炎、咽喉炎、肺炎，还对肠炎、膀胱炎都有特别的疗效。除了连翘和金银花，清热解毒的还有石膏、板蓝根以及鱼腥草。石膏的退烧作用比较厉害，张仲景的退烧方子麻杏石甘汤就有石膏。石膏对胃热也有特别的疗效，胃火特别旺盛的人应该多吃一点石膏豆腐。这里还要特别点赞一下鱼腥草，它可是天然抗生素哦。扁桃体炎、咳嗽有黄痰的就吃它，如果有感冒引发的肺炎，服药的同时喝点鱼腥草水，肺炎的症状就会慢慢消失了。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一定要多备，因为小孩子感冒发烧很容易引发肺炎、扁桃体炎，所以鱼腥草这种大自然恩赐的天然抗生素不用白不用哦。另外，鱼腥草水还可以大大缓解抽烟对肺脏的伤害，所以烟瘾比较重的人最好每天都喝一点。说到这里，观友们想必又有疑问了，抗病毒口服液也有连翘、板蓝根、石膏，为何韦继伟唯独看中了莲花清瘟呢？莲花清瘟的独到之处在哪里呢？其实这个莲花清瘟不仅可以清热解毒，还有解表的作用呢。解表即解除表症，疏解肌表，促使发汗，
莲花清瘟里有一个辛温解表治麻黄，一个性凉解表薄荷脑，所以这个药不仅风热感冒可以用，风寒感冒后期出现里热重于表寒的症状时也可以用哦。除了解表，莲花清瘟还有通便的作用，这靠的就是苦杏仁和大黄。风热感冒的症状就是热邪，热邪伤阴，阴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，一便秘身体的热更加散不出去，所以用点大黄把热邪从大便里引导出去，身体的负担就轻多了。此外，清热清得猛的话，身体难免会有点发虚，此时红景天、甘草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这两味药在祛邪的同时可以扶正，所以综上所述，莲花清瘟既能够清热解毒，还能够解表，既能够通理，又能够补虚，这就是莲花清瘟的与众不同之处。在这里，小关再郑重提醒一下，无论是抗病毒口服液还是莲花清瘟胶囊，都是针对流感的哟。如果是普通感冒是不能随便用的，其普通感冒一定要分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，或者是暑湿感冒，要对症下药才行哦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关的话可以点点订阅，请期待小关之后的精彩内容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